第6课，如果神存在，他为什么沉默？想象这个情景，你传了一段语音讯息给一个重要的人，内容满满都是你内心的挣扎与请求。你看他已读，但他什么都没有回。1小时过去了，3小时过去了，隔天了，他还是没回。你开始怀疑，他是不是根本不在乎我？他是不是根本不在了？这种沉默不是没联络，而是有意无声，往往比没看到更令人难受。很多人也对神有一样的感觉，他们说，我试着祷告了，神在哪里？他们说，如果他真的存在，为什么不回应我？有些人甚至喊着，神啊，如果你是真的，就让我现在的手机响一下。然后手机还真的响了，但是推销电话。神真的存在吗？如果存在，为什么他好像选择沉默？现在是 AI 的时代，你开口问，今天天气怎样？ Siri 马上回答，你说，帮我翻译这句话， GPT 立刻处理，甚至你说，我难过， ChatGPT 都会安慰你几句。我们活在一个立刻得到回应的时代，但当你对着天花板说，神啊，我好痛苦，你在哪里？什么都没发生。怎么连 AI 都会回我，神却不回？神沉默的时候，我们常以为是不是他根本不存在？但我们忽略了一个事实，有时候沉默不是缺席，而是爱的等待。有位女孩在大学失恋后，情绪极度崩溃，她打电话给妈妈，一边哭一边喊，妈，我好想死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电话那头静默了很久，女孩气急败坏，你为什么不讲话？妈妈缓缓地说，我在哭，我的宝贝，我怕我一开口就会哭得比你还惨，我不敢讲话，因为我怕我的声音颤抖，你会更不安，但我一直都在听。原来沉默不是不理，而是深深的陪伴。也许神的沉默不是缺席，而是他用一种超越语言的方式与你同在。你知道吗？圣经不是一本神一直喋喋不休的书，反而有很多时候神选择沉默。约瑟被哥哥们卖为奴仆，被诬告下监牢，在暗无天日的牢房中，一关就是13年。你知道那段时间圣经怎么描述神的反应吗？一句神亲口的话都没有，没有神对他说……没有神显现……甚至没有一句约瑟祷告神，神就垂听……是神不爱他吗？不，是神沉默中正在酝酿他的命定。13年后，他成了埃及宰相，拯救了整个家族和国家。神的沉默不是忽略，而是在预备比你想象更大的计划。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曾被天父沉默。当耶稣被钉十字架，他痛苦地大喊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马太福音27章46节。
天没有回应，神沉默了。那一刻，耶稣承受了所有人对神的呼喊无门。为什么？为了你。他代替你我经历了最深的神的沉默，好让你我将来可以在任何时候呼求都不会被拒绝，因为他曾经被拒绝，现在你可以被接纳。他曾经经历沉默，现在你可以听见他的回应。也许你会说，我还是没听到啊，我怎么知道神有回应我？他透过很多方式回应你。一，透过圣经，他早就把他的心意写下，只等你打开看。二，透过人，你身边那些鼓励你、关心你、把你带到这里的人。三，透过环境，很多看似偶然的安排，后来才发现是精心设计。四，透过内心的声音，有时候那股说不出的平安其实是他。就像收讯号的收音机，神一直在发送，只是我们还没转对频道。他不是不说话，而是我们还没学会听。如果你正在经历神不说话的时期，也许他正在邀请你放下你的掌控，学会信靠；停下你的急躁，学会等候。在他沉默之处，看见他的真实同在。他不是不在，而是比你想象中更靠近，只是他想你静下心才能听见。